玉茹，玉茹，九思，大哥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顾夫人已经在望都安治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家出了事儿，我料想你一定会横跨青藏两州，直接到我这儿来。我在路上下面一直等你们，见到你们，没想到竟然是这般模样。九思，玉茹，贤弟，你们先好生休息。待你们休息好了之后，我亲自护送你们回望都。玉茹呢？她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找大夫瞧过玉茹了，说她并无大碍，只是元气亏空，现在正在灯下休息呢。贤弟，你好歹把鞋穿上啊！借来远处的月色，捧在心头，装饰你的美梦。问清风，借来花中春色，停在枝头，装饰你的笑容。我还想牵你的手，看雪雨梅凉白头，恍惚之中又是脚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不穿鞋啊？眉毛躁躁的。玉茹，你能不能再数落我几句？这是什么话？现在数落我几句，我心里踏实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比你早半日。我去看过你，你还睡着。借来远处的月色，捧在心头，装饰你的美梦。问清风，借来花中春色，停在枝头，装饰你的笑容。我还想牵你的手，看雪雨。傻看什么呢？你好漂亮。问你还疼吗？九思，我知道你是一个侠义君子，信守承诺，但也不能拼上自己的性命啊。我说了要护着你，就算是搭上性命，我也要好好的护着你。
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以后我有多着急，我有多害怕？就连睡觉的时候，我也不敢松开你的手，我就生怕，怕什么？怕你不在了。我不在了，正好，你娶一个更合你心意的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要是不在了，我疼谁去啊？也是啊，要是我不在了，你一定也会找一个比我有前途、比我更疼你的。比你有前途的，或许还能找到。比你更疼我的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你笑什么呀？我笑啊，我好像赌赢了。我赌你有情义，不会置我于不顾；我赌你有担当，不会置我于险境；我还赌你将来有本事，可以让我有枝可依。至少，在我们合离之前，只要我做一天你的妻子，你就能为我挡一天的风雨。这一赌，我押上了自己的一切，所以我必须相信你，只能相信你。你要喝了？喝完了？先喝完了就早点睡吧。我走了。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凭什么走？睡觉。睡吧。九思，九思，哎，来了。等我一下。
怎么啦？慌慌张张的。没什么。肯定有事儿。周大哥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不会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吧？也就是最近听坏消息听多了，杯弓蛇影，真没什么啊。你说不说？轻抚着春意盈盈，湖面倒影，你眼眸如镜，谁写下自己情绪？你让我说的。晨窗棂明明好借风月行。我跟他说了，咱们俩没什么。就是啊，咱俩本来就没什么。对呀，咱俩本来就没什么。我在这儿呢，主要是为了照顾你。等你身体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出发去望他。来吧。傻笑什么呢？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了。我也是。哎，你看，幽州的女子还能骑马过街，很是飒爽呢。那看来你的骑术算是没白学。我喜欢幽州。我也是。时辰也够久了，少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娘，少夫人，九夫人，娘，哎呀，你们可回来了，都瘦了。少夫人，这一路你们可吃苦了。玉茹，叫娘。哎呀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赶紧进屋吧，已经给你们备好饭菜了。哎，快。真香。吃饱了。喝口茶吧，别噎着。哎。玉茹怎么吃的这样少呀？对啊，咱们这一路不就盼着这些吗？我也吃了，只不过不像你那样狼吞虎咽。来，木兰，这几个菜给我留着，明天热热都还能吃。哎呀，不用，明天让厨房给你们做新的。别！我们俩这一路啊，挨饿过来真是怕了。现在看见浪费粮食，我这心里就不舒服。我儿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娘，我们为何没问起爹？你方才
不也说了一路上的见闻，唯独没提他吗？我爹他过去这3个月，我一个人在幽州等你们，经常整宿的合不上眼，就是害怕万一再也见不着你们爷仨了。路上累了，早些歇息吧。夫人，早些回房休息吧。以后夜里，这些个花草盆栽都得移进暖房里。幽州的天气可不比扬州。是。这北方的天气燥得很，你给九思和玉茹送点梨汤去。夫人放心。夫人，瑞雪有句话，本不当讲，可少夫人这一别数月，怎么好像和您倒是生分了？从见面到现在，她一声都没叫过你。他那不是生分，是伤心。平日里，他管我这个婆婆叫娘，可如今他自个儿的亲娘没了，你说这个娘，他怎么还叫得出口？往后，不管他叫不叫，叫什么，都随他。我虽不是他的亲娘，但这个家就是他自个儿的家。是夫人。岳母呢？公子难道还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少夫人没告诉过您？少夫人的母亲根本就没能来幽州，在扬州出事的那一晚就已经……他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夫人还特意让岳姨娘他们母子几个到别院住，就怕少夫人见了伤心。回去吧。